嗨，大家好，我是海岩。美国富二代当街枪杀保险巨头的 CEO， 却成为了为民除害的全民英雄，数十万人要求判他无罪。一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出身名门的富二代，本来是前途无量，那么他为何要成为冷血的杀手呢？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2024年12月4日上午6点44分，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的 CEO 布莱恩·汤姆森从纽约曼哈顿酒店走出来，打算去参加公司的年度投资者会议。视频当中呢，他穿着蓝色的上衣，正往前走，突然从路边的车子后面出来一名身穿灰色连帽冲锋衣的男人，手中呢拿着一把消音手枪，对着汤姆森的后背就是一枪。当要开第二枪的时候呢，手枪卡壳了，他马上修理手枪，退出卡壳的子弹，同时向倒地的汤姆森走去，然后在近距离内补了一枪，最后迅速的离开。酒店的工作人员马上报警，救护车来到之后呢，进行抢救。半个小时之后，汤姆森伤重身亡，终年50岁。事发地点是闹市啊，附近的监控摄像头密布，很多摄像头都捕捉到了凶手的踪迹。警察经过排查发现，这名凶手在10几天之前就已经在附近踩点，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谋杀。2024年11月24日，这名男子乘坐一辆长途汽车来到了纽约曼哈顿的汽车站，然后搭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曼哈顿西部的美国青年旅馆，用一张假驾照办理了入住，驾照上的名字和地址当然都是假的。案发当天12月4日凌晨5点36分，男子离开了旅馆，骑着一辆共享自行车，背着一个灰色的背包，穿过中央公园。5点41分，他将自行车停在了西55号大街，步行走向了希尔顿酒店。但是呢，他并没有进入酒店，而是呢在酒店的附近徘徊，估计是在踩点。期间，他还进入了附近的星巴克，在里面买了一个糖果棒和一个水壶，然后就在希尔顿酒店附近等待着，直到上午6点44分，看到走来的汤姆森在他背后开了一枪。第一枪命中了汤姆森的小腿，第二枪卡壳了，第三枪击中了背部。然后呢，步行回到了西55号大街，骑上之前的自行车往中央公园骑去。上午6点58分，中央公园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他的身影。在中央公园，他可能换了一套衣服。接着在上午7点，在西86号大街，监控拍到了他的身影。这时呢，他的自行车和那个灰色的背包已经不见了。接着在7点04分，男子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乔治华盛顿大桥汽车站。7点30分，乘坐长途汽车离开，然后呢就消失在了警方的监控当中。整个事件当中呢，可以看出杀手是针对汤姆森来的，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作案当中呢，还使用了消音器这种专业的器材，但是呢，作案时子弹卡壳了，又显得很不专业。当时旁边还有一位无辜的行人，杀手并没有灭口，而是呢放那个无辜的行人安全离开。而且呢，作案前杀手还在星巴克买东西，留下了很多的指纹和 DNA。显然这不是一名专业的杀手。最重要的是呢，虽然大部分时间杀手都戴着口罩，但是有2次露出了整张脸。一次是入住青年旅馆的时候，前台小姐要求他脱下口罩，于是呢，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另一次是在星巴克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听不清他讲话，然后呢，他就主动的拿下了口罩。警方就用这2张照片弄了一个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纽约警察局开出了1万的悬赏， FBI 给出了5万美元的悬赏。案发2天后，警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一些案件的细节。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枪手使用过的3颗子弹，上面分别刻着拖延、拒绝、废除这3个单词，让人联想到了罗格斯法学院教授杰伊·费格曼。杰伊·费格曼写的一本书叫《拖拒辩》，这本书是描写了保险公司拒绝理赔使用的一些卑鄙方法，而受害者汤姆森正好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的 CEO， 再加上杀手提前在子弹上刻下的3个单词，意思呢就很明显了。另外，警方在中央公园找到了杀手留下的灰色背包，里面只有2样东西，有一件外套和一些大富翁的游戏纸币。这个背包被认为是杀手故意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用大富翁纸钞来说明自己的立场。
大富翁单词寓意着垄断，而汤姆森所在的联合健康保险就是一家规模十分庞大的公司。这样看来，凶手杀害汤姆森肯定是因为保险拒赔，而对于深受保险公司拒赔的美国民众一下子就找到了共鸣。在美国民众眼里，枪手简直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有一位网友评论说，这起案件是一个杀手杀掉了另一个杀手。那么被害者汤姆森到底做了什么？他的死为什么很多美国民众拍手叫好呢？那就得说说保险公司和这位丧命的 CEO 了。汤姆森1974年7月10日出生，2004年加入了联合健康保险集团，2021年4月担任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首席 CEO。联合健康保险集团呢是美国医疗保险的巨头，在2024年财富世界排名500强当中排名第8位。美国公共保险的覆盖率呢只有 36%， 商业保险的覆盖率高达 65.6%， 而联合健康保险是美国最大的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私人保险公司，当然赚钱是第一位的了。保险公司要赚钱，那就需要提高保险的拒赔率，拒赔率提高了，公司赚钱了，民众被拒赔，很多民众因此破产，甚至呢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家破人亡。而联合医疗保险公司的拒赔率在美国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汤姆森当上 CEO 之后呢，为了给公司赚钱，让股东们满意，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原本就苛刻的理赔系统改革得更加的苛刻。医生要救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保险公司争取对病人有利的治疗方案，但大多数结果是保险公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赔保险。很多病人因为保险的拖延而不能手术，保险公司还会只报销那些对病人没有什么效果的药，对于那些效果好的新药不给报销。汤姆森呢还提出了一项改革不赔付非病危患者的抢救费用，也就是说，病人要自己判断自己是不是病危。如果到医院检查不属于病危患者呢，那么救护车以及其他的抢救费用就必须由病人自己来承担。但问题是呢，作为病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病危患者的。汤姆森还引进了一种 AR 评测系统， AR 审核更加的苛刻并且高效，为公司节省了很大的成本。很多人工审核可以通过的理赔在 AR 这里就全部直接拒赔。后来呢，被曝光这款 AR 的错误率高达 90%， 简直就是人工智障。而且呢，普通人一旦被拒绝理赔之后呢，想要讨回公道是非常困难的。普通人是很难和保险公司庞大的律师团队来抗衡的。据统计呢，被拒后上诉成功率只有 0.1%。汤姆森上台之后，2020年公司的拒赔率是 10.9%， 到了2022年拒赔率涨到了 22.7%， 到2023年拒赔率涨到了夸张的 32%， 是行业拒赔率的2倍。而同时，很多患者因为保险的拖延不能及时的治疗而死亡。有调查数据统计，美国每年有45000人因为没有保险医疗延误治疗而死亡，是谋杀案死亡的2倍还要多。而相反的，汤姆森给公司赚了很多钱。2019年公司的纯利润是138亿，到了2023年纯利润就涨到了223亿美元。而汤姆森作为公司的 CEO， 个人的年薪也上涨到了1020万美元。除了利用提高保险拒赔率给公司给自己赚钱之外呢，汤姆森还割民众的韭菜。2023年10月，联合健康保险集团因为垄断市场面临着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汤姆森得到消息之后呢，和另外2位高管一起在财报上隐瞒消息，偷偷的抛售了自己手里的股票。光汤姆森自己就套现了1500万美元。直到2周之后，新闻爆出联合健康公司被反垄断调查，股价暴跌，大量的小股民被套牢了，被割了韭菜。汤姆森坑害客户，草菅人命，还弄了个智障 AR 高效拒赔。他自己不光拿着1000万的年薪，还搞股票内部交易，收割韭菜，简直就将自己的大反派的技能点点满了。所以呢，案发之后，民众并没有对这位 CEO 的离世表示同情，反而有很多人认为枪手是匡扶正义，为民请命。案发2个小时之后，联合健康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CEO 去世的消息，结果下面的很多民众留言死得好，死得妙，死得呱呱叫。
由于留言的人太多了，联合保险只能关闭了评论。还有很多民众在网络上发布视频，诉说自己被联合医疗保险拒赔的痛苦经历。Vividly remember being on the phone with United Healthcare for days and days, 9 months pregnant, about to give birth alone. It was a terrible, stressful, mad scramble. We appealed, of course, to United Healthcare, and they denied the appeal within 1 day. 警方为了尽快的抓住凶手呢，开出了巨额的奖励，号召人们举报。结果呢，大家都当作没看见啊。一位曼哈顿的网友发视频说我是盲人，眼睛瞎了，我什么都看不见。警方在案发后收到了上万条的线索，但是呢，一直没有抓到凶手。直到12月9日，警方宣布抓到了一名26岁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报道宾夕法尼亚一家麦当劳里一名店员在朋友的提醒之下，发现有一名在店里用餐的客人和警方张贴的通缉令上的凶手很像，于是呢，报警并抓住了这个犯罪嫌疑人。One of my friends, and I thought he was kidding, when the shooter, I'm assuming was the shooter who they made the arrest on, came in, he made a comment.God, that looks like the shooter from New York. I thought it was more of a joke. And we were kidding about it. But then, as it turned out, it was him. 警方查明此人叫做路易吉·曼吉奥内，26岁。警方还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一把3D 打印的手枪、消声器以及一盒子弹、随身笔记本电脑，还有当时办理入住酒店的假驾照、8000美元的现金、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写着262个单词的文章。文章里，路易吉将保险公司比喻成寄生虫。他说，美国的医疗系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但是我们的预期寿命仅排在世界的第42位。并且呢，他还给 FBI 留言说，我明确表示我没有和任何人合作，我的目标是明确的，要在寄生虫数钱大会上干掉 CEO， 我不会伤及无辜。经过指纹和 DNA 的比对以及弹道测试，警方确认路易吉就是枪杀汤姆森的凶手。结果消息一出呢，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和讨论。美国民众呢纷纷给那个举报麦当劳的店刷1星差评，还有人举报那个麦当劳店里到处是老鼠意思是说这家店是叛徒，会出卖顾客。那名举报的店员的名字也被人给报了出来，还有人说那名店员举报的时候拨打的是911，而不是举报热线，最后拿不到奖金，而且还得被解雇。那么路易吉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健康保险的 CEO？ 他是一名穷凶极恶的杀手吗？事实上呢，他并不是。相反的，路易吉是一名富二代，不缺钱，而且呢，非常的优秀。路易吉·曼吉奥内1998年5月6日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富豪之家是一名意大利籍的美国人。他的祖父尼古拉斯在70年代呢就已经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了，投资住宅、乡村俱乐部、养老院、高尔夫球场、医疗健康等等多个领域。1986年，他还买下了历史悠久的本地电台 WCMB， 接着呢又买下了其他的2个电台。祖父尼古拉斯奠定了家族的财富基础，是当地有名的富豪。2008年83岁的尼古拉斯去世，他的资产和事业交给了10个孩子来管理，其中连锁养老院就交给了儿子路易斯来管理，而路易斯就是枪手的父亲。作为小儿子的路易吉刚出生时呢就不缺钱，中学的时候就读于当地非常著名的私立男校吉尔曼学校，据说每年的学费就将近4万美元。路易吉也非常优秀，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而且呢作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进行发言。他15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19页的论文，上大学之前就自学编程，独自制作了一款手机 APP 来帮助纸飞机躲避障碍物。路易吉不只是学霸，而且呢还热爱运动。高中时在足球队踢球，也参加过摔跤、田径、越野赛等运动项目。看一下照片当中他健硕的身材和像巧克力一样的腹肌你就知道他有多爱运动了。身边的同学对于路易吉的评价都很高同学说路易吉友善，会交朋友，热爱运动，是一名明星学生。高中毕业后，路易吉考入了常青藤名校宾州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在大学呢，他仍然像高中一样活跃和优秀。2020年，路易吉拿到了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
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加州的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数据工程师。因为可以远程工作呢，所以很多程序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2022年，路易吉搬到了夏威夷，住进了一栋40层的豪华共享公寓。公寓的位置非常的便利，处于市中区繁华地段。路易吉住的是顶配，费用是在每个月4000到6000之间，可见呢，他的经济是很富裕的，不缺钱。公寓里面呢，住的都是一些有活力的年轻人。路易吉和他们相处得很好，通过社交媒体上他发的照片也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很是惬意。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生活而去杀人呢？网友们深入调查之后呢，发现路易吉人生发生转折和他的脊椎有关。路易吉患有脊椎滑脱症，脊椎压迫神经属于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这让热爱运动的路易吉很是痛苦，但是他尽量的去乐观的生活。但是在一次冲浪后，他的脊椎病更加的严重，他的背部和臀部都变得僵硬，下半身几乎瘫痪。他辞去了工作，回到了东海岸去做手术。医生呢，在他的腰部脊椎的地方呢，打了4根钢钉。手术之后，路易吉就慢慢的和朋友家人失去了联系。2023年7月，路易吉的社交账号停止了更新。11月18日，路易吉的母亲到警局报警，称自己的儿子失踪了。等再次见到儿子的时候呢，已经是案发之后了。在案发后，有医生看过路易吉的 X 光片，说手术中的钢钉只能暂时缓解路易吉的疼痛，随着运动，脊椎会慢慢的再次滑落，痛苦会再次回来，并且比之前还要严重。对于当时路易吉的情况，那次手术并不是最好的方案，所以呢，有人猜测很可能是保险公司左右了医院的治疗方案，所以呢，这可能是路易吉针对保险公司的主要原因。然而呢，路易吉投保的并不是联合健康保险，而是蓝十字蓝盾保险。也可能在路易吉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货色。所以呢，作为全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合健康保险的这个 CEO 就成为了他的目标。医学研究表明，慢性疼痛会使一个人变得焦虑、恐惧、愤怒等等。路易吉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辞也可以看出他变得越来越偏激。路易吉将炸弹客卡辛斯基当作自己的偶像，他还给卡辛斯基的书打了4颗星。之所以不给5颗星呢，是因为路易吉同意炸弹客的一些想法，但是路易吉认为炸弹客不应该伤及无辜。路易吉在作案的时候放过了目击者，也可以印证这一点。路易吉的行为不是针对个人恩怨，他故意留下了那么多的线索，想用自己的死来警醒美国民众，同时警告保险公司。出身名门的富二代能够共情底层的人民，嫉恶如仇，干掉大反派的同时还要顾忌着不要伤及无辜，这简直就是现实中的蝙蝠侠呀！也许连路易吉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引起了民众那么大的反应。路易吉得到了美国民众的追捧，网友们陷入了彻底的狂欢。疯狂的美国人民直接将路易吉封为圣人，给他塑造了头顶光环、胸中有着爱心的形象，甚至呢，有人拿着他的照片去纹身。因为路易吉的名字呢和游戏里马里奥的好兄弟同名，被网友指控真正的凶手是马里奥，不是路易吉。还有人在网上发起了众筹，为路易吉聘请律师，10几天的时间就筹到了20万美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路易吉被抓到的时候呢，《纽约时报》拍了一张逮捕的照片，全图当中唯一的一点光亮呢，正好照在路易吉的脸上，寓意就不言而喻了。还有网友主动发视频佐证那天早上他哪也没去，我们在一起正在研究圣经，所以不是他杀的。人们如此拥戴一名杀人犯，在美国历代的谋杀案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路易吉在监狱当中一样是得到了优待，受到了狱友的热烈欢迎。路易吉在监狱里收到了数百封粉丝的信件其中也有女粉丝的情书，甚至呢，记者在监狱旁边直播的时候，路易吉的狱友们替他和记者互动，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犯人们大喊着释放路易吉。Can I ask you a favor? Can I just ask the guys if they can hear me right now to answer yes or no very loud? Does Luigi have television in his single cell? No.
路易吉押运回了纽约，在2023年12月23日法庭听证会上，路易吉表示不认罪。非常有名的阿格尼菲洛律师夫妇已经接手了案子，作为路易吉的辩护律师，到底会如何判罚，现在还不好说。目前呢，已经有很多路易吉的模仿者。曼哈顿的街道上张贴了很多模仿的通缉令，上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 CEO 的头像，其中汤姆森的头像被画了叉号，说明已经被干掉了。可想而知，其他保险公司的 CEO 估计已经瑟瑟发抖了。这次事件揭示了美国医疗系统的深层次的问题，保险公司为了利润不惜牺牲患者的性命，而普通人面对庞大的保险公司时是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路易吉的行为虽然是极端，但是呢，也确实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当然呢，我们要明确一点，走极端杀人是绝对不对的，模仿杀人犯更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个事件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任何违背民众意愿、坑害民众的个人或者势力，终将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